欢迎回来新的一集聊舞不聊。今天我想要探讨的主题就是当街舞老师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其实我们在同行之间，我们经常会讨论到这个话题，就是因为当我们看到市场上面很多人开始出来教课，可能对舞蹈没有知识的人也出来教课，然后很商业化的一些课啊，一些新的标签啊，标签在舞蹈上面，然后开始开课，然后开始找一些没有资历跟没有经验的人去教课，所以会导致那个市场非常泛滥，水准也越来越低。这个界限一直以来都是很模糊的，也没有人去真正拿这个东西出来讨论，或者是去 set 一个标准，让大家有一个方向。如果想要成为老师，或者是如果已经是老师的话，我们可以怎样去做？好，首先第一样东西我们要了解的东西就是文化是什么。如果你去Google， 它的意思就是指某一个领域或某一个范畴体现出来的思想、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等等。那再白话一点，就是讲一群人有很多相似的社会跟个人背景，透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相处跟互动所产生和创造一个集体认同的一套规则，这个就是文化的一个概念。那么作为一个舞蹈老师，它的前提就是要把这个街舞的舞蹈文化所构成的一些主要的元素，像 hip hop dance 的元素就是 bounce, rock, skate, roll, groove, isolation， 它的一些 party dance， 它的一些动作的词汇，我们叫 vocabularies of movement， 像乐理的基础啊，一些这个文化的一些观念啊、理念啊、思想啊等等，把它传承下去。从中我们引导学习的人透过这些技术层面的这些知识跟这些观念思想的了解和掌握，然后在这个规范里面，这些元素里面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的表达方式跟个人的风格。那么第二点我们要了解的东西就是街舞的精神。街舞的精神你会很常听到很多尤其是 hip hop dancer， 他们每次经常会讲的一个东西就是 be original, be fresh， 然后你要有你自己的原创性。这个就是一个经常我们会听人家讲的一个精神啊，一个观念跟一个思想。从我老师口中分享的东西，就是在他们那个文化里面，如果你跳到像某一个人，你会被 call out， 你会被人叫出来跟你 battle， 然后可能你甚至会被打，因为跳得像一个人或者是完全的抄袭一个人的风格，是一个很不尊重跟忌讳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非常提倡和鼓励学生啊，或者是街舞的舞者，我们必须要去找到属于我们自己个人的特色。怎样找呢？我们必须要先去了解我们自己，我们需要去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我们的体质，我们的喜好，我们的天赋在哪里。所以我们要透过了解了技术层面，前提是我们要先去了解技术层面的东西，然后把那个技术层面的东西应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自己的体质上面，我们自己的天赋上面，然后创造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个人的 identity， 我们个人的一个特色。虽然我们都有共同的语言，我们都了解 ABCD 是什么，但是我们要如何去把这个 ABCD 表达出来，那个需要靠我们自己生活上面的一些体验、探索、观察、启发，我们才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跳舞不是只是技术层面的理解，在街舞的精神里面也是很重要的是生活，它启发你去这样去看待舞蹈，这样去运用你的技术。然后我现在想要深入讲一下抄袭跟受启发的分别。抄袭的意思就是完完全全的把一个人创造出来的东西去抄袭他的做法，
完完全全的把他的作品、他的运用方式抄下来。但是在当你是一个初学者的时候，或者是你还在学习的时候，这个学习的方式，所谓的抄袭，其实我们不用抄袭，我们会学习怎样写好我们的 ABCD， 我们会学习怎样做好我们的 bounce、rock、skate、roll， 我们的 groove isolation。这个是我们从我们身体的原理、我们的核心去了解我们身体的运作，去达到的一个标准。我们怎样去应用它，怎样做对它。启发，如果你去谷歌找的话，启发的意思就是指开导，使一个人有所领悟。可能我受我的身边的环境启发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事情或一件事的发生，或一个人他的那个工匠精神，启发到我要利用这种精神，在我的研究我喜欢的东西上面，我如何去表达，那个是属于精神层面启发，应该是这样子的方式去理解的。因为街舞它是除了技术层面的东西之外，其实它也是那一个文化里面的那一群人，他们共同认同的一些思想观念、生活方式、人生态度而创作出来的一个舞蹈。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是在跳动作，其实很多时候很多动作可能它背后是有一些意思的，它是因为一些事情的缘故而创作出来的一些动作。所以当我们在了解学习一个文化的时候，我们不能只是非常技术层面，只是你需要了解，但是你不能只有以为，或者是可能你会觉得它只是一个动作而已，其实它是更包含更广的层面去了解这个动作跟去表达这个舞蹈的一个艺术来的。我们第三个点，我们就要讲我们要如何达到这个标准。毕竟教课是一件理性的事情，因为毕竟这些知识层面的东西、技术层面的东西，它还是有它的标准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到教课其实是一件非常理性的一个行业，因为它的责任就是要我们把正确的技术、思想、观念等等传承下去给下一代，或者是喜欢这个舞蹈的人。当你的技术层面不到家的时候呢，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在讲更极端一点的例子，就是如果你在教 breaking 的时候， breaking 其实是有很多高难度的动作。如果一个老师他不了解身体的运作，不了解那个动作，他没有这个丰富的经验理解的话，他是很容易让学生也没有足够的理解状态下去做那个动作，而导致他们受伤。受伤过后，我们要怎样去修复，这个也是需要知识的。所以如果你的第一步已经错了的话，其实后面是有很多后果需要去收拾的。当然如果你是自学者的话，后果你要自负啦。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需要找到正规的指导跟正规的老师去教我们做这些东西。像我第一个影片就讲到关于身体的觉察，我一开始就有解释到不正确的姿势跟动作会如何限制我们的身体，然后我们要怎样用正确的方式去练习，这些东西都是需要经验的累积，还有深入的研究和观察才可以了解到的东西。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先去找到我们的根，我们跳的那个舞蹈的根是什么，我们一定要先去连接这一块。我们需要去找到对的老师，可能你先去research， 问你身边的朋友、老师，他们在这一个专业里面的人，去问他们有谁是你可以去上课的一些they are still around， 他们还活着的一些开创者，可以的话去找到他们，跟他们学习，持续去上他们的课，因为他们在课通常都是会教街舞的一些基础的东西，然后直到你做到他们教的东西。但是你要怎样知道你做到他们教的东西呢？其实他们会跟你讲，他们会告诉你，但是你必须要先对这件事情有热爱
跟好奇。像我自己的例子就是，其实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做跳舞老师。我一开始学街舞真的是因为我真的是很喜欢，课还没有开始之前我就已经在舞蹈室那边已经开始练习，课完过后我也还在练习，就是很喜欢跳舞，很喜欢跳舞。然后有一天我的老师，因为当时我是跟我姐姐一起学的嘛，他就发觉我跟我姐姐非常热爱这件事情，他也看到我们有那个潜能，所以他就开始教我们上多一点他其他的课啊，然后更深入的去了解那个舞蹈的东西，给我们去叫什么观摩啊，是叫观摩啊，给我们去观摩他教课的时候的情形啊，然后训练我们要怎样去教课啊，怎样去了解身体啊，等等等等。直到我可以教过后，我的老师他才跟我们讲，我们可以去教课啊。到现在其实我还在上课嘛，像我在学着 house 的这个舞风，我的老师因为我有持续的在上他的课，他也是通过看到我的进步，然后他开始会跟我讲，其实你可以开始去做这件事情，你可以教什么，你不可以教什么，他会很清晰的跟我讲。然后他上课的时候，他教课的时候，他也会让我在旁边去看观察他教的东西，他教的方式，他怎样去教。所以其实如果你能不能成为一个老师，你的老师如果他有给你正规的训练的话，其实他会让你知道你的能力到没有，你准备好没有，你可以开始去教课了没有。你需要很有清晰度，清晰度非常重要。你不能说你上了一两堂课，你就觉得你已经理解那样东西了，你觉得你已经可以教那个东西了。你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跟训练，跟老师的 coaching， 你才可以去得到证实说，我这个东西做到对不对？我可不可以这样子教？每个老师或者每个人都有受过这样的训练的话，其实这个街舞的圈子会更健康。你也很少会看到有浑水摸鱼的人来去教课，然后教错的东西。就好像以前我去理发店剪头发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理发师讲，哎呦，我那个顾客啊，他不懂在哪一个理发店剪坏了他的头发，他来到我的店，我要去帮他救他的头发。就好像我去代课，或者是我去教课，去接手别人的课，我在教的时候，我会发觉，其实学生好像可能他们学了有几年，但是他们连很多基础的东西他们还不知道，我需要重新去从零再去教他。所以为什么我们的整个大环境会进步很慢，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原因。当你成为了老师过后，其实你还是需要不断的去精进你自己的。我们掌握一样东西可能需要几年，我们掌握了那个初阶的东西，然后我们还要去进阶。你做到这个东西不代表你另外一个东西你也做到，所以你做了老师，你还是要继续成为一个学生，继续去学习。因为你的初衷其实不应该是因为你要做老师，应该是因为你热爱这件事情，所以它才会让你更长久的去持续的做这件事情，很纯粹的把这个东西用正规的方式去传递跟传承。然后再来，为什么我们要去找到源头，或者是曾经在文化里面生活的人去向他们学习？因为有很多一些他们的生活经验是不为人知的，如果我们没有通过去跟他们学习跟聊天，我们是不可能知道的。因为可能我们学的是二手的资讯，可能是不曾在那个文化里面生活过的人，他教的东西他能够传承一些观念思想，但是他无法传承的那个人生经验给你，那个文化的人生经验。我举个例子，就是我在跟这些老师学习的时候，他们会提到在他们那个年代，很多时候他们因为跳舞可能会被别人追杀，然后可能会被社会排挤，可能会被警察抓。虽然到这个年代，这个舞蹈非常商业化的呈现在大家眼前，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个文化的这一面了，但是其实这个是真真实实的发生过了。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
老师 OG 他们在分享他们的人生经验的时候，他们会突然间情绪会上来，对，因为他们是真真实实体验过那些事情的。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舞者，他曾经在美国生活过10年，他也是有分享到，我们不能随便戴那个 Durag， 因为 Durag 是帮派成员戴的一个东西来的，是一个很标志性代表你是帮派的一个头饰来的。曾经就有一个日本的舞者，他去到美国的时候，他在他酒店楼下，然后就让一些帮派的成员看到他这样子穿着很像帮派这样子，然后他就问他，你是来自于哪一个帮派的？然后他们就告诉他，其实你不能这样穿，因为这样穿是代表你是某个帮派的成员。我们在我们的国家，我们在电视上面认识这个文化，这个舞蹈，其实还是很有限的。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崇拜，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去模仿他们的一些穿搭生活方式，但是其实背后有很多一些潜规则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必须要去了解过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还是我们不可以做这件事情，到底那个界限在哪里。最后一个点就是了解自己。我发觉在我学街舞，因为通过我喜欢这件事情，我会持续不断的想要去突破，想要去尝试，在这个过程里面发觉到自己很多我的黑暗面，我自己不敢接受我自己的一面，跟一些我的信念，跟我的一些匮乏，我的一些不安全感，我的一些没有自信，我会从这个过程里面更加了解到我自己。然后当我在深入了解一些历史的时候，不是只是跳舞的历史，是这个世界的历史。我们一出生，我们就是活在一个殖民主义的系统，一个资本主义的一个大环境。我们从小的教育便是被同化在一个成绩单的标准里面，或者是一个社会给我们的一个标准里面。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学校，我们的老板，我们生活的在这个大环境里面，大家在乎的是我们的成绩单，我们有没有得到好的成绩，我们有没有过上好的生活，我们有没有出人头地，我们有没有赚很多钱。所以我们从小就是认同了这个标准了，我们把我们的存在价值交托了给我们以外的人事物去决定我值不值得被爱，我是不是一个有用的人，我是不是够好的。所以很多时候可能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迷失在这个大环境里面，迷失在跟人家比较里面，迷失在嫉妒别人的生活里面，迷失在追求优越感。我们会觉得我们的快乐来自于我比别人拥有的更多。当我们看到别人在 social media 社交平台上面发放自己的照片，自己的 po 文，自己的成功的一些事迹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会觉得自己我是不是不够好，我好像人生没有做到什么，没有达到什么东西。其实在做任何事情上面，不只是做老师，我觉得了解自己的内在很重要。当我们对我们的信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动机有察觉，我们有去疗愈我们自己伤痛，我们的创伤过后，我们才可以用爱做出行动。很多时候可能我自己也会，我也是过来人，我教课，我看到人家的课很多人，我可能就会心里面充满很多批评，很批判他们。他跳到这样烂，可是他这么多学生，为什么我有这么多知识，但是没有人要跟我学？就是很常你会用这个心去做事情跟比较，因为你心里面有很多匮乏感。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是活在怎样的一个社会里面，怎样的一个系统里面，我们才有办法知道其实原来我们本来一出生我们就是完整的，只是我们被教育成我们需要跟随一个标准来证明我们的价值感，变到我们的行动的企图跟出发点或者动机都变到是为了满足我们内心的一个匮乏感。因为我们也是受伤，所以可能我们也会带着我们的伤去觉得人家在伤害我们。所以了解自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你才知道你需要用什么出发点去做一些需要责任的一些事情，比如教跳舞、做老师。对，当然你很有能力，你很有天赋，你很会教，我觉得你赚钱人家会找你学习是很 OK 的，很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但是也要很清楚一些我们不能跨越的一个底线，它始终是有一些东西我们需要去互相尊重的。好，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还是不明白的话，你可以重复看这个 video， 或者是如果你有你的看法、你的观点，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那边去分享。记得按赞、订阅还有分享。我们下个影片再见。